人事部把我开除，那边公司高层都笑了，直到财务部发现账本都在我抽屉里锁，技术部发现服务器密码是我生日，董事长接到大客户的电话说庄必凡不在就取消合同，他们才意识到开除后公司瘫了。最终董事长亲自上门求我回去，而我只是淡淡的回了句回去可以，得加钱。虽然我是公司里最大的混子，可没有我他们都混不下去。尽管上班时我不是睡觉就是打游戏，但无论大小事务只要经过我手都能快速解决，就连那些核心客户也指明要由我来对接。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人事经理甄楚生竟因我太出风头而记恨上我。庄必凡，公司是工作的地方，不是你家，赶快把辣条给我收起来。甄经理，你要不要来一根？这辣条可香了。你少给我来这套。对了，你下面的拉链没了。小子，你有种！别以为有点功劳就能横着走，我绝不会让你这颗老鼠屎坏了整锅汤。说完，甄楚生便灰溜溜的回到了办公室。这甄经理也真是，谁不知道你才是公司的定海神针？就连王总也得给你面子，他还要隔三差五的找你麻烦。这个月都第几回了？跳梁小丑而已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对了，强盛集团临时加了个智能分析的需求板块，技术部的人解决不了。周姐问你能不能帮忙？加钱了吗？加了，预算翻倍。闻言，我立刻在纸上写出了几行代码，让技术部的人照着这个改接口，但千万别动我写的部分。要是敢改一个标点符号，那系统崩了，别来找我。好的，我这就去拿给他。10分钟后，技术主管过来朝我深深鞠了一躬。庄大神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啊！小意思，奖金到了别忘了分我一份就行。那是自然，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你庄大神的。行，那你先去忙吧。主管走后，我又吭哧吭哧的吃起了辣条，直至午休时间，我正打着游戏时，甄楚生却像闻着屎味的苍蝇一样冲了进来。庄必凡，我说了好几次了，午休时间不准打游戏，你声音放这么大，别人还怎么休息？我转头看了看周围，5个同事正围着看我打游戏，其余2个则在给我递零食。我看也没人休息啊，而且他们都挺开心的。我不管，要么现在立马收起手机，要么我上报总部。你请便，说完赶快走，别影响我打游戏。见我无动于衷，甄楚生只好咬牙切齿地离开了休息室。直至下午，我刚回到工位上，甄楚生竟带着一群保安冲了进来。有人举报你私自安装监控软件，现在请你配合检查一下。闻言，我掏出手机点开了公司安全系统的授权书，自己看。这份授权书是王总亲自签字的，让我负责公司所有电子设备的安全维护，包括但不限于安装监控和备份数据。这为什么我不知道？这不符合流程。你要流程是吗？那上个礼拜你去竞争对手的公司楼下喝咖啡，符合流程吗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了，有本事拿出证据。真不巧啊，我朋友刚好路过，还拍了张照给我，大家都看看。我们甄经理当时笑得可开心了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就是单纯的去喝个咖啡，各位别想多了。小庄，你继续忙吧。既然是王总直接审批的，那监控的事我就不追究了。我本以为此事过后甄楚生会消停一段时间，没曾想下班时他却再次找到我。庄必凡，别以为我王总罩着你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记住，只要在公司不听我话的人，都没好果子吃。还真是阴魂不散。那我也告诉你一句话，我能混到现在靠的从来都不是王总，而是我的能力。你要还想耍什么阴招，就尽管来。说完，我直接将甄楚生推开后大步离开。第二天，我依旧临近9点才踩着拖鞋来到公司。庄大神早上好，打卡机刚才坏了，我先手动帮你签到。不用了，我刚修好了。闻言，保安一脸懵的回头望去，只见刚才还黑屏的打卡机突然亮了起来。庄必凡8点59分，你啥时候修的？刚才进来的时候顺手就按了下电源键。不愧是庄大神。小意思，我先上去忙了。可我才刚到办公室，就见甄楚生在会议室满脸堆笑的迎接一个重要客户。刘总监，欢迎欢迎，我们根据你的需求准备了详细的方案。庄必凡在吗？啊，我的项目只能由他来对接，他不在我就下次再来。此时我嘴巴叼着半根辣条推门而入，看到我的一瞬，刘总监眼睛都亮了。庄工，可算找到你了，这次的项目可劳烦你多费心了。小意思，刘哥，芒果过敏好点了没？这次会议室没放水果。话音刚落，会议室的人全都像见鬼一样望着我。庄大神到底藏了多少东西？跟强盛集团的总监都这么熟。刘哥，项目细节就按咱们之前说的来，没问题的话，现在签合同吧。半小时后，刘哥才拿着合同心满意足的离开。我转身准备回去工位睡觉时，却明显看到甄楚生的眼神阴冷下来，他的手上正捏着一份员工考核表，而我的名字后面全都画满了叉。我无所谓的将最后一根辣条塞进嘴里。甄经理真不好意思啊，又抢你的风头了。你别得意，这件事还没完。下班前公司又接了个大单，技术部主管第一时间找到了我。庄大神，这次的客户要定制系统，但我们从来没做过，你看能不能再帮忙？我打着哈欠点开了公司内容，随后将一个3年前的文件发给了他。类似的案例改就能用了。这是前任技术主管留下来的，他走之前我顺手备份了一下，没想到今天用上了。话音刚落，部门的人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敬畏。还好有庄大神在啊，不然公司早出岔子了。此时甄楚生站在办公室门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知道他肯定又在憋着坏招，却还是挑衅地冲他笑了笑。下班时间，我正准备离开公司时，却亲眼看见甄楚生带着 IT 部的人进了我的办公室。第二天，我的电脑文件全部变成了乱码，技术部主管急得直薅头发。庄大神，我也无能为力了，连备份服务器也坏了，恐怕你里面的文件找不回来了。听说你文件丢了，也太不小心了吧？
要是耽误了和客户的交付时间，恐怕你很难在公司待下去了。不料我当着他的面打开稳盘，就将300多 G 的项目资料拖回到了本地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见状，甄楚生的表情像生吞了只蟑螂，随后咬牙切齿地转身离开。我本以为此事过后他能消停一阵，不料当天晚上我睡得正香时，却被手机的疯狂震动吵醒。打开一看，才发现是同事发来的信息。听说了吗？王总被总部紧急召回了。他离开的这段时间，甄楚生会暂代总经理的职位。你和他一向不对付，明天可千万要小心点。知道了。我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，第二天依旧快迟到时才晃晃悠悠地来到公司。不料刚一坐下，甄楚生便红光满面地走了过来。钟必凡，跟我过来一下，有事跟你说。没空，昨晚没睡好，要补觉。是关于开除你的事，你确定不去？都要开除我了，那就直接在这说吧。说罢，我又掏出手机玩起了消消乐。本来还想给你留点面子，但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我在此向大家宣布，由于钟必凡长期违反公司规定，从今天起免除他的一切职务，上班打游戏，私自接触客户。钟必凡，你在内涵什么？没什么，打游戏呢。你刚说要开除我是吧？记得给我 N+1的赔偿。你平时上班不是睡觉就是打游戏，还想要赔偿？门都没有！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，滚蛋！是你主动赶我走的，以后千万别后悔。老子后悔你大爷！还真以为公司离了你就活不了了。闻言，我胸有成竹地耸了耸肩，随后转头扫了眼依依不舍的同事们。大家该工作的工作，就当我调休几天吧。你不会以为还能回来公司吧？我甄楚生今天话就放在这，你要是能回来，我倒立吃翔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咱们走着瞧。回到家后，我关掉手机，舒舒服服地睡起了回笼觉。直至下午5点，我打开手机一看，才发现同事给我发了许多信息。庄大神救命啊！你一走，公司全乱套了。不仅技术故障解决不了，那些大客户一听你不在了，还纷纷跑过来说要解约。没事，这才哪到哪，我要甄楚生亲自过来求我，期间你们就先应付一下就好。随后我通过系统后门打开了之前安装的监控，只见我的工位已经被甄楚生砸得一团糟，而此刻他正在办公室内大发雷霆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今天要是再安抚不好客户，你们就和庄必凡一样回去混吃等死。我冷笑着勾了勾嘴角，这甄楚生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看来还得再添一把火才行。于是我立马拨通了刘哥的电话。刘哥，帮我个忙。半小时后，甄楚生直接冲到了我家门口。庄必凡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庄必凡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门外站着甄楚生和2名保安，他脸色铁青。公司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砰地关上门，我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前同事们疯狂加我微信，突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短信：我是董事长秘书，公司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已经离职了，这些事情你要去问甄总啊。接着又来条短信：我是董事长，接电话。我刚接通，对面急切地开口问道：青山集团的刘总监为什么撤资了？问甄楚生啊，他换的对接人。我挂断电话后，公司大群突然弹出艾特全体成员紧急通知，所有客户资料丢失，立即联系庄必凡恢复。群里瞬间炸出200多条消息。祖宗，生产线也停了，客户全在解约。王总说给你双倍工资。现在我时薪4万，想请我的话带点诚意过来。没过多久，门铃声响起，这次是王总，身后跟着俩保安架着甄楚生。小庄啊，董事会决定恢复你职位。我还能清晰地看到甄楚生脸上有个鲜红的巴掌印。我要他亲自说，他还说我要是能回去，他倒立吃翔。甄楚生瞪着我，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：请你回。我砰的一声关上门。对不起，我听不见。下午2点，手机弹出一条银行通知：账户入账20万元。与此同时，我收到了董事长的短信：够了吗？可以帮忙恢复一下客户资料吗？我打开笔记本，3分钟远程恢复了客户数据，全公司大群瞬间刷屏。庄公牛逼，你就是我的神，我爱你。甄楚生突然在群里发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话：钟必凡必须回来交接。我回了个微笑表情。你被开除了。然后我上传了一段录音。刘总放心，搞垮他们系统我就跳槽。没有管群里甄楚生慌乱的解释，我继续吃着我的辣条。紧接着公司直播会议突然切画面，董事长出现在大屏幕。经查账，甄楚生涉嫌商业犯罪，我们已经联系警方，法务部会继续跟进后续处理结果。听同事说，甄楚生当天就被警方带走。小庄啊，你现在是技术总监了，待遇给你提。我要当副总，管人事那种，可以设置上班时间条条框框那种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好像是在跟董事长商量。可以，只要你能回来就行。晚上6点，我来公司视察工作，全公司的同事都起立鼓掌。甄楚生的办公室正在换门牌，做一个新门牌，新副总是我们庄工，叫庄必凡。第二天早上9点，我穿着拖鞋走进公司大门，保安老张一个箭步冲上来。庄总早上好。我瞅了眼他手里崭新的打卡机，怎么又坏了吗？没坏，但必须给您亲自开门。等我走进办公区，哗啦啦站起了一片人，技术部主管带头鼓掌，欢迎庄总回归。都2进宫了，别给我整这出洋相了。庄总，您的新办公室准备好了。我瞄了眼原来甄楚生那间办公室，现在上面挂着庄副总的锃亮铜牌。推门进去后，同事开始介绍，空调已经调好了，咖啡机是新买的。我原来工位那堆零食呢？我那个椅子呢？我那个办公桌呢？全公司面面相觑。10分钟后，我的破转椅、掉漆办公桌和半箱辣条
被隆重请进副总办公室。我满意的瘫在椅子上。对了，这才对味吗？刚开机，屏幕就弹出一堆邮件：重要，强盛集团最终签约；紧急，生产线故障；特急，董事长约见。我全选了点删除，同事脸都白了。这不能删啊！我掏出手机，拨通强盛集团电话。刘哥，合同还有需要改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发你了。你回来了，那发我电子的就行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转头对技术部喊：老陈，生产线重启密码是 ADMIN123。交代完一切后，最后我给董事长回消息：下午3点带合同来。等到下午董事会，董事长亲自给我倒茶。小庄啊，真楚生的摊子我们确实报警了，可是现在问题是证据不充分。我从兜里掏出一个 U 盘，甩了过去。真楚生3年一共贪污470万，证据链全在这儿。秘书接过 U 盘，插到投影仪上，接着闪过一串记录：真楚生报销的高端客户接待，实际是情趣酒店发票。会议室响起一片口水声，董事长脸绿得像菠菜汁。你怎么查到的？他的财务系统上忘记删历史版本了。散会后，人事部的同事排队来找我签字。庄总，这是新的考勤制度。我看了2眼，直接对着同事说：按我说的改，上午迟到不超过半小时不算迟到，午休时间延长到2小时，每周5可带宠物上班。这不合规定，要么通过，要么我现在就辞职。庄总改得好，我这就去盖章。下班前，公司群里突然炸锅，因为人事部在群里发了几条消息：最新通知，即日起实行弹性工作制，新增福利，每月临时报销500元。重要，严禁在庄总打游戏时打扰。全公司刷起庄总万岁的表情包。我叼着辣条在新电脑上登录王者荣耀，突然弹出一条王总的消息：晚上有空吗？总部想挖你。我回了个表情包，对方拒绝了你的邀请，并扔了一包辣条。等到周一晨会，我踩着人字拖进门时，整个会议室瞬间起立。大家都坐。我今天晨会主要是说3个事：第一件事，以后晨会改到下午，早上我起不来；第二件事，食堂加辣条要喂龙的；第三件事，以后谁再叫我庄总扣工资，那叫您什么？以后还是叫我小庄就行。紧接着，技术部老陈第一个举手：小庄，我这里的服务器要升级。我冲他扔过去个 U 盘，这是自动运维脚本，没别的事的话，就别来烦我打游戏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董事长带客户参观时，正撞见我在办公室煮火锅。这是我们的庄副总。董事长羞于启齿的介绍着，岂料这时对面的客户刘总监直接坐下捞了片肥牛。还是小庄你会享受啊！董事长惊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。你们认识吗？去年他帮我修数据库时，我们就煮火锅聊的。对，芝麻酱加点醋，超级美味。说得好，食堂明天加火锅。第二天财务部送来报表要我签字，我直接给他画了个王八，朱娜都快急哭了。放那，等王八晾干了再看。下午财务部总监亲自过来，发现报表上多了行批注。第3页应付账款小数点错了，下次再犯，把你儿子游戏账号封了。甄总监连夜把儿子送去寄宿学校。行业峰会上，竞争对手老总凑了过来。庄先生有没有兴趣？我给您的待遇是年薪300万起。我指了指台上正吹牛逼的董事长，那老头答应给我养老，我可不能跳槽。第二天全行业热搜，某公司副总威胁董事长养老，岂料董事长乐呵呵转发，属实已立遗嘱。等到年底团建，董事长喝高了搂着我肩膀：小庄啊，说实话，你到底备份了多少黑料？我给他看了手机相册，全是公司高管睡午觉的流口水照片。董事长松了口气，就这。紧接着我点开云端，上面赫然写着3.2TB 公司机密备份，他酒当场就醒了。现在全公司都学乖了，我打游戏时方圆5米自动清场，我午睡时前台小妹会刮勿扰牌，我的辣条报销单财务免批。这一天早上来上班，我刚把脚翘上办公桌，负责接待的前台小妹猛地冲了进来：小庄哥，不好啦，总部派了个什么精英来查岗。怕什么？慢慢说。男的女的？一个男的，西装革履，特别装逼，说要整顿分公司作风问题。出去告诉他，让他等着，我打完这局再说。等我来到会议室，里面坐着个梳油头的眼镜男，面前摆着台镀金笔记本。我是总部运营总监 Kevin，MIT 毕业，曾任职于……别整那些没用的，说点我能听懂的。总部对贵司的管理方式存在疑虑。我直接掏出手机，当着他面打给董事长。老头，这人你派来的？小庄啊，不是我，是董事会的意思。怎么说？那我现在辞职。瞬间整个会议室响起此起彼伏的不要。Kevin 的眼睛滑到了鼻尖，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，结果中午吃饭时 ，Kevin 端着餐盘坐我对面。庄先生，我认为……我推过去一包辣条，他面露难色。这是什么垃圾食品？小庄，税务局的突然来查账。第3个文件柜，黄色文件夹。5分钟后，他发来消息，搞定了。您什么时候做的3套账本？ Kevin 惊得手上的叉子都掉在了地上。晚上加班，我发现 Kevin 躲在楼梯间吃辣条。真香啊！月底汇报会上，他主动坐到了最后一排。总部董事会发来视频连线 ，Kevin 整顿的如何？经过全面考察，我申请调任分公司。屏幕那头董事长一口茶喷了出来，我的咸鱼养老生活仍在继续。